这世界已经进入了第3次的世界大战，这听起来呢，我都觉得危言耸听啊。但是这话是一个美国人讲的，而且是身价1000亿美元的美国人讲的，而且这些身家很多都还是在别人亏钱的时候赚回来的美国人讲的。而且他讲完之后的1个月呢，美伊战争就打起来了。这个美国人呢，就是桥水基金的老大 Ray Dalio。那个人长这么大都没有碰过金融、经济还有政治，但这段话短短几天呢，就几亿人去看了。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资本家、富豪也都把这么长篇大论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而且看完之后呢，也都是睡不着的，因为他把现在整个富豪圈隐藏的秘密都揭开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小医生。大富翁这个游戏有没有玩过？这游戏要怎么赢呢？就是要不断的去想办法买土地盖房子，对吧？谁经过了你的土地，谁就要给你付钱。而现实也是一样的。李嘉诚为什么这么牛呢？因为他垄断了全世界无数的土地、港口、电网还有电力的公司，尤其是英国的。英国人只要一开灯、一开手机，吃的喝的玩了，大部分都要给李嘉诚交钱了。但现在李嘉诚在做什么呢？他把大部分这些稳赚不赔的生意和资产都给卖了，把这些资产都换成现金了。他一个人是这样，你可能还觉得因为是他老了，但现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黄仁勋、孙正义、扎克伯格、戴蒙，只要你喊得出名的富豪，他们现在都是在同一时间把自己最躺着赚钱的资产给卖了不少啊。为什么呢？达里奥之所以这么赚钱呢，就是因为他研究了过去500年全世界帝国的兴衰，发现了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是按照同样的剧本去走的。这个剧本呢，跟人的一生一样的，从怀孕、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最后死亡，6大周期啊。而现在根据他的数据跟资料呢，这个世界从2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秩序，不是会不会崩的问题啊，而是已经进入到死亡阶段了。再简单来说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准备要重新的去改写了。怎么改呢？就是世界大战。大英帝国为什么会终结呢？就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英国的殖民地一个接着一个独立，英镑就从此不行了。然后美国接手成为了世界的霸主，而达里奥就说，现在的美伊战争就是当时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因为美国的3大霸权正在瓦解。什么意思呢？美国为什么可以制定这个世界的金融规则呢？首先是科技霸权。这世界最赚钱的财富不是股票和房子，而是人类的大脑。而美国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不是靠自己去培养的，而是直接从全世界抢的。2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就给全世界的人才发绿卡了，给钱了，给地位，给权利。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搞 AI 的博士里面有60%都是外国人的。然后呢，军事霸权，美国有了人才，那飞机、大炮这些军火也就跟着变强嘛。一直以来，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美国想要打谁就可以打谁的，但你呢却打不到它，因为在地图上面，美国的左边是太平洋，右边呢是大西洋，每条呢都是上万公里的。简单来说呢，就外面的人，你想要去打美国，如果你的战斗机不去加油的话，你连一半的路程都飞不过去啊。而等到你飞过去了，美国的导弹早就瞄准你了。而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呢，他们都不怎么去搞军队了，所以他们的飞机坦克在美国面前，说句不好听了，就只是玩具啊。美国甚至可以一个核弹飞过来把你家给灭了。也因为这样，你拿着美元就可以到全世界到处花了，因为没有人敢跟美军作对，全世界做生意呢都要去用美元，所以美国就有了金融的霸权。很多人这几年都在说东升西降，好像中国崛起了，美国就要衰退了。确实，中国是慢慢变强了，但变弱的不是美国。美国90年的时候呢 ，GDP 占了全世界25%，然后你去看现在美国的 GDP 呢，依然还是占了全世界的25%的。所以真正跌下来的是日本跟欧洲。为什么呢？因为当全世界都去用美元的时候呢，美国可以把利息降到很低，引诱全世界去借便宜的美元，把全世界资产炒上天了，然后呢，再把利息拉到最高，让你全世界还不起钱，你呢就只能贱卖你的资产给美国人，
全世界的钱就这样流回了美国的口袋。这个就是金融的收割，全世界经济是好是坏都是美国决定了。这些都是帝国开始繁荣的原因，但也是死亡的原因。达里奥到底说了什么呢？首先，当你家的人才都是外国的，那么反过来，美国自己就没有人才吗？现在美国有60%的成年人阅读的水平是比小学6年级还要低了。那么现在 AI 是满天飞，这些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就造成了达里奥所说的 K 型经济。很简单，K 字有2条腿，一条腿是往上涨的，代表的是硅谷的工程师、华尔街的交易员，还有科技公司的老板。这些人的资产就不断的往上涨，身价就在翻倍。但 K 字的另外一条腿是往下跌的，就是那些大部分连小学课文都理解不了的美国普通人，他们的薪水没有涨，但是物价涨了。AI 来了，无数人工作都没了，就业的数据越来越差了。然后你会发现，美国目前在全世界是有700到800个军事的基地，而全世界第2大的军事强国，也就是中国在海外只有1个军事的基地，1个对800个，听起来是很强，对吧？但是达里奥说了一句，过度扩张的大国无法成功的在2线或者是多线作战也就是说，美国在全世界插了800根旗子，每一根都是要花钱去养的。一艘船出去晃一个圈几千万美金就没了。而美国现在欠了快40万亿美元了，本金1分钱都没有还，光是利息每年都要还1万多亿了，比1年军费还要多他每年赚100块，就要拿40-50块去还利息了，而且还要越借越多。这个就是达里奥所说的债务死亡的螺旋。你还利息的钱越多，你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军费可以花的钱就越少。就是你都还不起钱了，你还怎么去养军队呢？你最后就只能自己印钱去花了。也因为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全世界都开始不用美元了。你会发现，全世界20%的石油都不再用美元去做买卖了。全世界的央行手上拿着的都不再是美债了。黄金现在是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4%，美债只是21%所以当贫富的差距、美国的债还有去美元化越滚越大，这个世界就已经进入了达里奥所说的第6阶段，也就是规则失效、强权积功里的混乱时代。而新规则是谁来定呢？就是要透过第3次世界大战。什么意思呢？达里奥他自己的钱又放在哪里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了。首先，达里奥说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第3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那种坦克开过去、飞机炸下去、士兵拿着枪往前冲的那种军事战，或者是地缘政治战，它还可以是贸易战、技术战，还有资本战。所以现在管制晶片出口的是战争，去美元化了也是战争， AI 竞赛还是战争，甚至华尔街收割资产也是战争，只是他们是没有穿军服而已而这场战美国只要赢了，世界秩序虽然还是要崩盘了，还是要重写了，但重写的人依然还可以是美国什么意思呢？重点来了，注意听以前制定世界秩序的是谁呢？英国嘛。当时的英国跟西班牙打了一架，烧了无数的钱，所以英国政府就欠了无数的债，这笔债基本上是还不了的，所以也没有人敢把钱再借给他，英国的债券也就卖不出去了。简单来说英国政府越缺钱就越要借钱，但越借钱就越没有人敢借钱给他，而没有人借钱给他他就要不断的提高他的利息，利息越高就越还不上。这就是达里奥所说的债务死亡螺旋，跟现在的美国一模一样。美国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了，但长期美债就一直暴跌，没人买，利息都涨到了5%了，也没有人买。但是英国当时就做了一件事，直接续命就是找了一家南海公司做中间人，直接把自己签下来的债都转移给他了，让他来替英国去还钱。
而英国就只需要把钱还给蓝海公司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蓝海公司呢，还会给英国降低利息。简单来说呢，虽然把你的钱借给了英国了，但从此之后呢，你不能再追英国去还钱了，你只能呢去追蓝海公司给你还钱。而英国呢，只需要把钱以很低的利息还给蓝海公司一个人就 OK 了。那这个问题呢就有点大了。就今天我把钱借给你英国，是相信你的这个国家。你现在说啊，我追债不是追你英国，而是去追一家公司。那么这一家公司倒闭了怎么办呢？所以为了让大家相信这家蓝海公司不会倒闭，英国呢就给了这家公司一张许可证，以后南美的所有贸易就只能找这家公司来做。这个呢就给了蓝海公司一个故事，让大家去相信它。然后呢，蓝海公司就找到了那些拿着英国债的债主，跟他们说，你们手上的那张英国债现在利息又低又不好卖，你们不如换成我们公司的股票吧，我们马上呢就要到南美去挖黄金了，股票肯定是会涨的。这个呢就是债转股，把欠你的钱呢都换成股票，而且还可以加杠杆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虽然只有100块的英国债，但是你可以去加杠杆，换成1000块蓝海公司的股票。这1000块的股票只要涨到了2000块，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赚1000块了。简单来说呢，英国本来欠了你100块，但是你把他欠你的钱拿去加杠杆，换成1000块的股票，那么当这股票翻1倍的时候呢，你的利润就会直接翻10倍。而当你赚了10倍利润之后呢，你又可以继续的加杠杆，借更多的钱买更多的股票。而当大家都跟你一样一起去加杠杆炒股的时候呢，这个股价就会不断的暴涨了。股价暴涨了，你又可以继续加更大的杠杆，赚更多的钱，继续推高这个股价。而且我们蓝海公司呢，是唯一一个垄断南美生意的公司，南美洲遍地都是黄金，未来的利润是无限了。也就是这样，无数人就把自己借给英国政府的钱都换成南美公司的股票，甚至加了杠杆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连那个苹果跌下来砸中他脑袋的牛顿呢，也疯狂的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也相当于这家公司是比万有引力还有微积分还要更牛的。所以这个公司的股票呢，就直接翻了10倍。但问题就来了，英国允许蓝海公司垄断了南美的贸易，但南美不在英国手上啊。就好像今天我允许你成为101唯一的摆摊者，但101不是我的啊。英国政府又不是南美的老板，西班牙才是啊。你拿着英国政府发的通行证跑过去南美做生意，西班牙呢是直接开炮把你轰回来了。所以这一张许可证呢，说白了就是一张废纸嘛。然后呢，废纸终究包不住火的。当市场上开始有人发现这个蓝海公司一直挖不出来南美的黄金，就会开始去卖股票。第一个人卖了，就会让第1万个人都跟着卖，股价就开始暴跌。所有加了杠杆的全部都要被强制卖出，然后股价就直接崩盘了。这个牛顿呢也没有跑掉，赔掉了10几年的薪水，他最后只能留下一句名言：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却无法计算出人心的疯狂啊。而问题就来了，英国政府本来要还高利息的短期债了，而且还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了。现在呢，那些拿着英国债的债主呢，都换成了蓝海公司的股票，然后股票是直接崩盘了，是直接变成了废纸了。那这些债主赔掉的钱，英国政府是1分都不需要还的。英国政府只需要把钱以很低的利息慢慢的还给蓝海公司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蓝海公司从头到尾就是英国政府自己的影子啊。这个公司呢，就是英国的财政大臣创办的，董事会都是一群国会的议员，国王呢都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啊。也就是说，再简单点，英国欠了无数的钱还不起了，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了。那怎么办呢？就直接开一家公司，让这些债主把债换成股票，然后带头炒股，把股价炒高，最后自己呢高位出货，带崩了整个股市，让那些债主的钱全部亏掉。最后呢，自己就慢慢的给自己的公司还债。英国的这一招呢，就把欠下来的债给搞定了，然后就透过了工业革命、海军战争，
重写了世界的新秩序，继续统治了世界100年了。所以就算旧秩序崩盘了，历史上只要你可以把债搞定了，新的秩序呢依然还是可以由你来定的。那现在的美国呢，欠了快40万亿美元的债，比当年的英国还要惨。以前当美债没有人买的时候没关系了，美联储可以直接印钱去买。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印了2-3万亿；20年疫情呢，美联储又印了4-5万亿，所以一直都没有崩盘。但现在达里奥说这套玩法不行了，因为印太多的钱，物价就会暴涨。22年美国的通胀就飙到了 9% 了，买个鸡蛋都买不起了。如果继续靠印钱去兜底债务的话呢，那么美元就会直接变成废纸了。如果美国再找不到人去接盘这40万亿的美债，世界秩序呢就会崩盘了。所以22年升息之后，全世界的钱就被吸引过去了美国，美股就暴涨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全世界的钱被吸了过去买美股，然后呢，美国去年就搞了个关税战，直接让暴涨的美股崩盘。因为正常来说呢，美股崩盘，钱就会被赶过去美债避险了，这样美债就会有人去接盘了。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美债反而是跟着崩盘了，美债依然是找不到人去接盘了，因为钱被赶了过去，我们布局的黄金跟白银翻了2-3倍。这些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了。那现在呢？我们难道就只是因为这些时事新闻、财报去判断局势的发展吗？然后就把我们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拿去投资布局，就那么简单吗？局势会怎么发展呢？只是帮我们去预判一个大的方向，但我们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吗？我们也没有水晶球，这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具体什么时间会发生，我们不是造局者，我们是不可能操控的。也就是说，大方向对了，只会提升了我们的胜率。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会配合图表去布局，因为只有图表才会把资本家布局的蛛丝马迹看清楚。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每一次投资都要看得对，都要赚钱，那这呢是神不是人啊。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钱的时候亏1块，赚钱的时候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的，因为只要我赚1次，前面亏的5次呢都只是我的成本。你会发现图表可以看到大户买卖蛛丝马迹，而风险控制呢会让我们长期输少赢多，而自动买卖的系统和计划呢是决定了我们的心态，也是我们无论投进去的钱是多是少，晚上都能够睡得着的关键。因为我们是在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猜，不是靠内幕，也不是靠运气了，它靠的是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图表信号，用这些来抹平我们人性跟情绪。这就是我跟我弟子的做法，也是我接下来要在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分享给你的东西。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不需要付1块钱，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真的想要在市场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那么上次没有抢到门票的人呢，这一次手慢了也一样没有份了，所以赶快点击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当美股的暴跌也依然救不起美债的时候呢，这就是达里奥所说的世界秩序在崩盘的原因了。但是崩盘之后重新制定规则的人呢，依然还可以是美国的，为什么呢？去年美国就大力的去推广加密货币，因为很多买加密货币的人呢都会去买稳定币，而买了稳定币呢，稳定币公司就会拿你的钱去接盘美债，也就是说美国找到了一个新接盘美债的东西，就是稳定币嘛。但问题又来了，稳定币里面的钱只够去买2000亿的美债，现在美债呢是欠了40万亿啊，而且美国还越接越多啊，那稳定币怎么去接盘呢？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手上的美元换成稳定币，而方法跟当年一模一样，就是债转股。这里注意听了，这个世界能接盘40万亿美债的只有美股里面的 AI 公司，所以剧本只能跟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把南海公司换成 AI 公司。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现在跟 ChatGPT 去聊天，他回答你一个问题就会消耗一个叫做 token 的东西。 token 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工作的薪水。你让 AI 去帮你写一篇作文，它消耗了算力，用了电，
那这些成本呢，就是用 token 去计算了。那么既然 AI 在替人类工作，而且 AI 工作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薪水 token 是不是就越来越值钱呢？2024年的时候呢，全世界每天消耗的 token 大概也就1000亿左右。到了现在2026年，也才过了几个月，这个数字已经飙到了180万亿，2年是涨了1800多倍。那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呢？因为以前只有很少数的工程师去用 AI， 而现在连你爸妈都在用 AI 去查食谱了，这就是爆发式的增长。而 NVIDIA 的黄仁勋呢，更说了一句震惊了全世界的话，他说从今往后，他给这个工程师去发薪水呢，除了发美元，还要去发 token。一个年薪50万的工程师呢，就要给他再发25万的 token。也就是说 ，AI 的巨头已经在开始把薪水跟 token 挂钩了。以前你去跳槽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啊，公司会给你多少的股份？现在你问的是公司会给你多少的 token， 能听懂吗？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在用 token 去取代美元了。当这个世界以后吃喝玩乐都跟 AI 有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花的就不再是美元了，而是 token 了。而历史上铸币权从来都是被垄断了，美元呢是美联储去印的，那么 token 是谁去印的呢？这个铸币权呢就会落到几家大的公司手上，微软、Google、Amazon 还有 Meta。为什么是他们呢？因为铸造 token 需要3样的东西， GPU、资料中心还有电力。这3样东西呢全部都是重资产，不是你有钱就能够马上搞定的。而现在这3样东西呢都掌握在这些科技巨头手上，所以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就来了。美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跟这几家 AI 的公司去谈一笔交易，我给你们一个铸币权，让你们可以发行一种新的稳定币。这种稳定币呢不是跟美元挂钩的，而是跟你们的 token 挂钩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发行了多少这种稳定币，你就必须要买多少的美国国债，1毛都不能少的。这就是美国版的债转股 2.0 了。再简单一点呢，当 AI 垄断了我们衣食住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缺的就不再是美元了，而是 token。而全世界想要去买 token 呢，就必须要买这些科技公司发行的稳定币。而当你买了这些公司的稳定币呢，这些科技公司就会把你的钱拿去接盘美债，到最后呢，美国政府的债就会转移给了这些科技公司，美国政府呢就只需要给他们这帮人去还债。而你的薪水、你的储蓄、你的未来全部都从美元换成 token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帮美债接盘了。然后呢，美债就会有人买家了。AI 公司为了去发行更多的稳定币，为了去抢占铸币权，就会疯狂的去买美债。以前美债的利息呢拉到 5% 都是没有人买的，未来 AI 公司呢就会抢着去买，美债的价格呢就会被撑住了。老百姓拿着稳定币就可以换回 AI 公司的 token， 也可以换回美债，这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啊！你越相信 AI 呢，你就越愿意去持有 token 稳定币，你越持有 token 稳定币呢 ，AI 公司就越需要去买美债，美债越有人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越轻了，这样美国政府呢就不用再靠美联储偷偷的去印钱，美元呢也不会去变成废纸了。而 AI 公司呢就会得到发行货币的权利，他们可以决定这种 token 稳定币的利率、发行量、流通的规则，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工程师去发薪水。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旧秩序，也就是货币发行权在美联储手上的时代呢，将会崩溃啊！全世界不再需要用美元了，而是用美国科技巨头发行的稳定币还有 token。这就是达里奥为什么说世界秩序已经进入第6阶段，不是因为美国会瞬间的崩盘，而是因为旧的规则美元跟美债已经撑不住了，新的规则 token 跟稳定币正在生长出来。而这场第3次世界大战打的不再是坦克，是你的钱包、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达里奥这些富豪手上拿着的是现金资产，是黄金。因为旧秩序变成新秩序的时候呢，所有的投资逻辑将会改变。如果你想要学习一套适合散户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
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名培训营了。好了，各位，今天这一期的内容信息量是很大的，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反正是免费的嘛。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留言给我，我们一起去理性的去讨论。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